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这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颜若芳，吴刚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吴哥好，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博毅，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立法院荣誉顾问三哥陈柏惟，大家好，三友。好，那民进党主席黄章，那闪电式的到了美国，那到了美国，今天媒体上有传出来，那包括譬如像国安会啦、AIT 的总部啦这些地方。好，那重点就在于黄章在美国也有抱怨，当他为国家打拼，那当民进党没有办法把国家带领的好好的时候，那他们总要扛起这些责任的时候，为什么国内还有这么多的一些的新闻？当然也有媒体报道说，到底是怎么去成这一行的？那是不是在国内的时候就曾经有跟包括美方人讲说，是不是他们也希望支持包括国防所有的预算啊，但总是要让他们到美国去看一看所有那些。好，那这一切到底是所谓何来？是柯文哲在后面操盘吗？当然，那包括关税，包括国防特别预算，那跟黄章主席他们到美国去有任何一点的关联性吗？这都是大家讨论的一个重点。那当然，那包括关税15%是不是真的敲定了？那剩货在未来来讲的话，对国内来讲，这些在2026。生活到2028会不会都有一些影响？不过一开始让观众朋友先看一下。当然你说不管是讲到关税啦，讲到国防特别预算这些，那对黄章主席他们到了美国去这一行，总是会让他摆在一起联想，听听看他们怎么说的。来，人都还没有回到台北，结果就有一些民进党御用的记者写手，那纷纷引据所谓华府不知名消息人士的来源。在捏造一些根本没有发生过的对话，试图带风向。就算降为15%的，也是跟南韩跟日本一样，也没有更优惠，而且还有更重要的，到底是拿什么去换？不管是台积电的问题，不要台积电搞到最后变美积电。台湾不是民进党的专利，美国不是民进党的借口。所谓的关税谈判，已经超过1年的时间了吧？从头到尾都是黑箱的，我们完全就是一个任人宰割、任人处置的状态。不是，为什么郑丽文主席讲话，你们大家有这么多意见？太有梗了，他太有梗了。真的吗？在川普宣布之前，他就已经开始谈判了，才会超过他刚刚讲说关税谈判1年的这句话因为是4月3号左右了。那时间序也许有一点搞错，但重点是在于，一上我就直接问，你看。黄章刚就直接跟你说了，在他还没有去，那就已经传的这个风风雨雨的这些，然后他跟我讲说，对，有一些御用的写手都已经开始写成这个样，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一些的对话，是不是都已经出现这样甚或？那时候大家讲，你到底见得到谁，见不到谁？他就直接讲，我有见到一些人啊，而且显然重点是在于美方也知道民众党这8席有多重要。没错，我们可以看到黄国昌华盛顿一日游啊，为什么是一日游去3天扣掉坐飞机的时间，大概1天就可以安排见到谁嘛？但是他一定要 po 一个帅帅的照片啊，这个不错他非常喜欢拍背影啊，这个背影可以放入他的写真集可以年底拉一些所谓的中间选民的票嘛，因为毕竟有国际官跑到华盛顿去谈判关税跟所谓的国防的问题嘛，尤其关税的问题，刚才柯文哲不是骂吗？说15%。然后台积电还要增加5座的晶圆厂，这个叫美积电，这个是赖政府你出卖台湾，拿什么去换的？拿什么去换的？不是出卖台湾吗？那你要问黄国昌黄国昌不是去谈关税吗？他不一定在飞机上面就跟川普通了电话说我们要谈定15%，15%不是他谈的吗？不然他去干嘛？不是要去谈关税吗？他自己说的谈关税所以台积电也是你黄国昌让出去的吗？所以你柯文哲是在骂黄国昌吗？你们不是谈所谓的关税的问题，那要有成绩谈出来成绩是不是今天媒体报道的15%跟台积电要盖5座晶圆厂嘛？如果不是，如果你们觉得太多，你黄国昌要去美国抗议等的咆哮那等他回国，他到底见了谁嘛？那跟军购跟所谓的军购条例可能会有一些关系嘛？知道这些军购的项目，但是跟关税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出口转内销嘛，他出去以后，你看他在美国那个时间点接受所有采访，包含在机场上面都在骂赖清德嘛。好，今天直接讲一个结果嘛，程序委员会
第7次挡掉军购了嘛。黄国昌，你们要回国的时候，顺便说明这件事，为什么你在美国拜访美国的 AIT 代表理事的时候，你拜访国安会的时候，你在台湾你们的程序委员会的刘淑彬还把军购案挡下来嘛？那我直接讲，黄国昌你在立法院包含民众党的6席立委，你们是只剩下16天的时间了。16天我有帮你算过，你剩下2次的程序委员会，你剩下3次的院会。你们要不要对这件事情表态嘛？你 AIT 你也见过了，总部你也去过了，国安会的人你也见过了，那你对于所谓的军购条例这件事情，不是不能讨论嘛？军购条例要不要复委到国防外交委员会去讨论？而这件事情就是你黄国昌毕业的最好的剧本。你把它送进委员会，让国人可以看到一个全貌，让国防外交委员会可以认真的去讨论这个军购条例，我们跟美国买了些什么东西，这才是你们这6席剩下16天唯一可以对台湾贡献的地方嘛。Thank you。直接问一下，因为你在外交国防委员会待过。这里头里面大家在讨论，第一个包括黄国昌主席他们这么风尘仆仆的到美国，真的是快闪嘛？那他们自己 PO 的一些里面还告诉你，连饭店大概都没有订，连餐厅可能都没有位置，就只是要到那个地方，重点就是为了台湾风尘仆仆这样。那一定要到美国去这一招吗？好，那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刚刚大家看到媒体上第7度挡下来了嘛，程序委员会，所以这一切的 credit 是要等到黄国昌明天回来以后。然后告诉大家他的所见所闻以后，白银的方向才会有所转变吗？那但不管怎么说，他也充分告诉大家另外一件事，就是这8席，在未来国内政治就看这8席怎么转。我记得前2个礼拜，主持人问我说啊，军购的部分怎么办？我就有说蓝的立场是不可能支持嘛，了不起退席嘛。那唯一的杠杆破口就是民众党。那现在看起来，这个动作的确有让人家一种我留后路或是留回转道的一种想法。但你说他一定就会通过或不通过吗？我觉得现在也还未定之见啊，可能要等他回来跟柯文哲聊过。但是他这一次，我不想这么讲，但是很讨厌的事情就是，你看哦，蓝白已经吵了快1年哦，不是1年哦，不是郑丽文讲的超过1年，快1年了。好吧，好不容易谈出结果来了，也不要说大好大坏，至少是不好不坏嘛。那你说关税，可是有谁会把这一些应该给的 credit 给到去谈判的经贸团队？你还记得去年4月份那个股市砰一下掉下来之后，然后这个经济部长郭智辉每天被媒体追着跑啊，再加上还有偷拍事件，刚好跟黄国昌也有关系，打到满头包啦。整个政府在那个时候被人家感觉像什么？不会谈关税，不会做事情，去高雄谈判谈一谈，出来说你们要投资3000亿，谁要举手？那些新闻都还历历在目啊。现在算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就像马拉松跑到终点了，结果没有人在帮选手庆祝。在讲场外的观众有没有去美国，无聊，关你什么事？那爱作秀，所以它的被动效果已经，我认为已经掩盖了整个对谈判团队来讲是很不公平的事情，然后。那至于他本人去那边能够造成什么效应，我坦白讲，这就是一个自私的行动而已啦。第一个，刚刚主持人说的，什么事情都非得在美国谈吗？不用啊，台湾你要知道的都可以知道啊。你也去见过古立言啊，你当时怎么没有大张旗鼓说我要去见古立言？是被 AIT 事后才发一张合照的嘛？整个过程到底谈了什么你也不讲，结果隔2个礼拜之后，军购议题一出来，他说我想美国的部分我还没有知道他们要卖什么，你都整空的嘛。那另外一方面，这个军购的部分打成这样子之后啊，他们现在是第几次？第8次、第7次都拒绝了。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继续拒绝，就现在这条路没有改变嘛。那我们要想的事情是如果他们真的被撬开了，第一个他当然要有一个过场嘛，这是美国是一个过场，再来他们要有个说法，再来他们就正当的就站在了那个位置去投下了同意票。好，那我们要讨论的事情就是接下来局势变化，因为绿营的已经经历过一次，这个就跟病毒一样，你被病毒侵袭，你会感冒流鼻涕啊，然后这个恢复健康的身体，获得免疫系统。这个黄国昌假借第3势力成为吕布然后就像病毒一样入侵完绿营跑出来然后那个绿营已经有经验了，蓝营没有啊。韩国瑜还知道手要洗干净，有没有？
那个黄国昌握手，手紧紧等来后，要洗手哈，那个从头泡盖送，没有那个是烫伤啊。但是呢，现在这一次在进来的时候，傅昆萁粘得很紧哦。郑丽文至少有一起开过什么，不知道是论坛还是共推议案的哦。那接下来的冲突就会变成说，他大概会有一点像拿来比喻啦，就是2018年的台北市长姚文智、柯文哲跟丁守中那一次。他就变得说，这个人4年前是你推荐的啊，过去2年黄国昌都跟国民党站在一起嘛，啊，他的案子都国民党负责通过的嘛。那接下来2026的提名的时候啊，你们是要挺还是不挺？你们是要打还是不打？所以他会让部分的蓝营选民觉得，民众党比较敢冲敢拼。民众党比较敢这个攻击民进党，民众党打点比较有这个创意，民众党敢去北检，所以国民党在跟民众党的比较之下，会变成一个又回到那种2014年之前那种老旧啊，然后其实就是老旧啦，没有创意，既得利益者族群，他大概就是又会回到那个状况。又回到那种2014年之前那种老旧啊，然后其实就是老旧啦，没有创意，既得利益者族群，他大概就是又会回到那个状况。那以这个方向去布局，要对绿营来讲没讲，因为他们本来要提名的人数啊，要做的选举策略都已经在路上了。可是国民党的基层议员可能会受到重大冲击。我的判断是这样。不过现在看起来，我不知道黄昌，各位刚刚看到黄昌主席讲说，他们都还没到美国嘞，就已经有一些什么记者携手，然后讲了一些没有出现的一些话啊，没有，我不知道讲的是不是这一篇啦，因为《自由时报》有一篇，然后讲说谈黄昌访美是华府资深人士。然后讲说叛乌因政党旗舰阻碍台湾国防强化，那这里面有特别讲说啊，对，那对台湾来讲，这些国防这些预算非常重要，所以华府资深人士希望呢，那白银也能够以整个台湾那为考量。这个好有一段，这一段他是这样写，他说据透露，此次美国行是源于黄国昌在台期间，曾经向美方表示，为了国家安全，他和他的政党将支持包括国防特别预算在内的重要防卫投资，感觉到。我们本来就会支持了，但是也希望在展现态度以前，能在美国实地了解观察的过程，以利后续处理。如果照《自由时报》这边写，意思好像就是他跟人家讲说，你好歹让我去看一下或者什么。黄昌主席在刚才镜头前面讲那段，不知道是不是在讲这一篇，那他意思就是，那有一些没有出现一些对话。好，可是你很实际上来看，大家都说因为2月1号以后，黄昌主席也不是立委了，但他还是民众党主席。只是从不管2年条款，然后陈昭之的代运法案，所有这一切，大家都说实际掌权的应该就是柯文哲，所以未来就是看柯文哲要不要在这个所谓的国防特别预算，要不要买美国单，要不要华丽转身，是这样的意思吗？你闻到那个民众党会华丽转身的味道了吗？其实我看到黄国昌他宣布去美国，而且行程只有短短的，实际上他在美国只有短短1天的时候，我还蛮高兴的，因为。以这个行程看起来，绝对不是说这个为了选举要去造势要去募款。以这个行程看起来很明确，就是美国有人要找他，就是美国有人要找他。那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蛮高兴的？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国防预算好像有救了。就是说，在这个时期点，美国人要找他要干嘛？当然不是谈些什么风花雪月啊，也不是去华府吃炸鸡啊。他就是要跟他讲重要的事情嘛。那在此时此刻最重要的，我们国家只能选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国防要怎么样提升到能够嚇阻中共的程度嘛。这个是国人的生命线的问题啊，这是我们生存的问题啊。那所以在这个时候，黄国昌宣布他闪电访美，那想必是美国有一些事情要跟他沟通，而且这个要沟通的层级，说实在，今天看到。他去2个地方嘛，一个是去美国的国安会，一个是去美国 AIT 总部。那实际上 AIT 层级最高的人，他在台湾已经见到了。就 AIT 的处长嘛。那所以 AIT 在台湾层级最高的处长跟他讲还不够，那他到美国去还要再讲一次，谁要讲才够？我不知道，因为他自己要不要宣布他跟谁见的是他的事。虽然他一反他公开透明的要求，他说基于跟美方的互信啊、暂时保密这些，我不知道他回来会不会讲啦。但是我认为就是去谈说，到底他们在国防强化上面
这个党到底要扮演什么角色，希望说清楚啦。哦，这个是很正常，就是说大家也不用演那么多，反正就是这事。那黄国昌跟柯文哲他们厉害的点是厉害在哪？就是说这个整个剧情其实应该是说，老师看到班上有一个特别活泼的同学，然后呢，平常呢讲了很多好像有很多事情没有讲通，所以呢邀请同学下课时间到老师办公室来聊聊，大概是这个意思。可是他就能够把这个叙事讲成说，因为我很重要，因为老师很喜欢我。现在老师已经不喜欢班长了，老师觉得班长没办法管秩序，都是因为班长不好，所以老师叫我去办公室里面是要叫我当他的小老师，就他就可以把整个故事讲成是这样，甚至还会讲什么，为什么老师会找我，不是因为我太活泼了，是因为班长啊都不告诉我们营养午餐要吃什么，班长也不告诉我们毕业旅行要去哪里，所以我去老师那边我会好好的帮大家了解，回来再跟各位同学讲，所以他明天绝对会载誉归国，他明天绝对会凯旋。他在机场的时候啊，他就可以说是这个去美国，第一了解了很多资讯，然后你看赖清德都没有跟大家讲清楚，至于是什么资讯，基于跟美方的互信，他先暂时保留。第二这个关税谈判大有进展，但是还是要再次呼吁赖清德不要牺牲台湾的利益，不要台积电变美积电。第三，国防预算，台湾民众党从来没有反对过国防，柯文哲是第一个提出国防预算要超过 GDP 3% 的候选人，我们是支持国防，都是因为赖清德没有讲清楚，所以赖清德就是拖延国防预算的最大罪人。然后最后他讲说，我去美国，我所有的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赖清德你就等着看，反正大意不会超过这个，绝对他回来已经载誉归国，凯旋归国，绝对会这样嘛。我觉得很棒。我们今天先录嘛，他明天回来在这个手机一打开，大家看看他讲什么。就是他们的叙事很简单，就是现在他们用的这个美国去约他谈一谈的这个机会，把自己的身价跟行情再垫高嘛，再垫到水涨船高嘛。那你说这个垫高好不好？我讲美国是世界上最务实的一个国家。它是世界上最务实一个国家。他现在要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他要台湾强化国防，因为他不要台湾变成一个泥淖，他要台湾展现出自我防卫的决心，然后要台湾最好能够嚇阻中共，让中共连动手都不敢动嘛，这是最符合全世界利益的嘛。所以他要的是台湾的国防。那至于台湾内部政党之间的起起落落，其实坦白讲，美国并不关心，美国不会帮任何一个政党刻意要助选，除非是在符合他国家利益的情况之下。那所以黄国昌他也乐得借用美国帮他搭的这个台阶，他走上去，这个好像他的身价变高嘛。柯文哲当然也是这样，你看柯文哲今天讲嘛，关税柯文哲也有意见啦，虽然过去他完全没有参与这整个过程，他说这个谈判15%也没有比日韩低啊，但是我们的台积电不要变美积电啊。这就是他们现在这一整套剧本。总之就是如果有好的结果，都是他的功劳啊！如果有比较我们要付出的部分，都是赖清德要负责任。这个是整套的叙事啦。但是我跟他讲，最后这个图穷还是会比线。你今天在这个戏台上演的这一圈之后回来，立法院非常现实，下一次程序委员会，你们那一票投什么票？这是非常现实的事情哦。不要忘了，美国有一个老罗斯福总统。现在川普的外交路线，他是走门罗主义跟老罗斯福推论这两个加起来嘛。老罗斯福总统他提出了老罗斯福推论，简单浓缩成一句话：美国的外交政策叫做温言在口，大棒在手。先跟你讲好话，先给你这个捧得高高的然后先跟你好话说尽之后，如果讲不通的话，后面还有实力作为支撑。所以现在是属于美国，他为了拉拢这8票，他温言在口的阶段。下礼拜、下礼拜，立法院程序委员会，你们那一票投什么？如果在给你演了这一出之后，你们还是一样杯葛卡关的话，那我怕老罗斯福推论后面那半段会上场所以这个，我想柯文哲的性格啊，我认为柯文哲会愿意去走这个台阶。但是黄国昌的性格跟柯文哲不太一样，所以回来要看一下，在他们党内到底是柯还是黄，他们到底是要和还是要继续斗。
这2个是会这个党的命运的非常关键的十字路口。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明天黄昌主席回来以后，会像阿苗所讲的那几趴，大概全部都讲成这个样。很简单的数字，先告诉大家，那52+2是54，那另外民进党是51，8席在这个地方哦，国民党还有1席要做主席位。那是在大院的时候，对，所以你怎么算都知道，那个8席如果要到民进党这就变成59，对上你们53，因为一席在上面嘛 ，OK。那程序委员会，民进党8席，国民党8席有一个要去做主席，对，然后民众党1席，所以呢，那投票的时候如果两边平手的话，那就是主席可以下来投，这就是为什么民众党那1席刘淑彬委员在这里头这么重要的一段。好，那大家现在也看。不易，有闻到那个味道，感觉如果照刚来宾所讲的，国民党会被遗留在战场上吗？然后人家已经转进了，然后你们还被遗留在战场上，会这样吗？就我刚才觉得阿苗其实讲的蛮好的，是不是以你的政治判断，你会觉得几率很高？他讲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但是我也想知道他到底想什么。是啊，当然想知道。对，你说黄国昌主席。这么赶的去美国，是这么急的回来，那我相信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不会做这个动作。而回来之后，他的发表的言论是什么？目前其实而且我加一段话，昨天卓冠廷议员在节目里面讲，他有去问过外交相关的单位，黄昌主席他们，他说的，他昨天在节目里面讲，他说黄昌主席他们出去没有求助于任何我们的外交单位去安排，因为一般如果要出去会请我们的外交单位也要安排一些嘛。他说他们没有请外交单位去安排所有这些，所以显然这个行程，但你现在照媒体上来看，IT 总部包括美国国安会这些确实有去，所以到底这个行程是怎么安排的？是不是人家请他们去？但是我刚刚就讲，但是这也真的凸显出美国也知道这8席，我不管是黄国昌是柯文哲，你们2位哪一位点头，你们就可以做。但是对蓝营现在来讲的话，那现在用什么样的态度？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不是一直在扣黄国昌？我不晓得上飞机扣不扣得到，但的确他回来的发言会变得非常重要，当然也几乎会代表了这个所谓的相对军购案的未来走向是如何。但我也必须要讲，不管黄国昌主席回来讲的言论是什么，到底是支持军购还是反对军购，以目前的状况而言，我认为国民党的党团不会对于军购的案子的想法有所改变。但我也必须要讲，不管黄国昌主席回来讲的言论是什么，到底是支持军购还是反对军购，以目前的状况而言，我认为国民党的党团不会对于军购的案子的想法有所改变。因为没有需要有所改变的情况嘛。OK， 不是说行政院有些退步，不是说赖政府有些退步，大家互相来沟通。如果在没有这种情况之下，突然黄国昌委员回来，假设态度改变了，国民党跟着改变，那国民党也可以解散了，不用了嘛。所以我的角度，个人认为是，国民党的态度，不管黄国昌委员怎么做，我们的态度还是一样，希望政府，包括我们之前希望他们增加的，不管是军人的预算或什么等等的，包括说赖总统来这个立法院做一些报告等等的，对。我相信在这个东西，如果朝野之间没有一个互相可以接受的一个共识的话，对军购案，国民党态度一定是照我们原来想法而走下去嘛。这怎么改？这你们没有改变，然后因为黄国昌主席回来，民众党改变了，我们国民党跟着改变，那就没有什么叫大蓝小蓝，只有大白跟小白了。所以这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所以我讲不会发生。而如果回来，民众党的整个那个8票，在立法院的8票，对，假设改变了，那最后就是民众。包括了白营的支持者，能不能够接受黄国昌委员就回来风向整个180度转倒的这种做法了？对于蓝营的支持者，我相信不会是正面的评估。我有空请教一下，因为在前几个礼拜，就是那个柯文哲前主席，然后当他去拜会老柯建铭，对，那次闭门会嘛，对，然后后来当然他上礼拜有去拜会韩国瑜院长，对。当他去拜会柯建铭总召那一块的时候，你们办公室有没有接到很多蓝营的打电话来担心说，蓝白合会不会生变了？他怎么跑去跟柯建铭2个人避免会？有没有接到很多这种电话？没有完全没有，因为大部分蓝营不敢说大部分蓝营啊，至少我个人觉得，
双柯见面可能是惺惺相惜啊，因为状况都各有各的状况啊。你说柯文哲刚从这个监牢被放出来一年了，被关了1年了，刚出来。柯建铭总召自从大罢免完之后，包括我直接摆明的讲，他之前所有大罢免都跟赖清德总统是有通过电话的，是有见过面的。赖总统不是完全不知情的。当这话讲出来，几乎表明了柯建铭跟赖清德也快差不多要撕破脸了。连这种很机密的事都直接摊开画面跟你讲了，代表他们两个不是同一挂的。既然在不是同一挂情况之下，会不会有人觉得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心态？那这个我当然不敢说，所以我必须要说，柯建铭总召跟柯文哲市长见面这个事情，甚至是你说韩国院长还找了王世坚委员，本来希望能够跟柯文哲三方一起会谈的这个事情，其实对于蓝营的人而言，并没有特别去抵触这个事情，也不会认为会不会因为柯建铭跟柯文哲见面就民众党跟民进党会合作绿白合，其实没有。但是如果在这军购案上面，这是在野党一支的对于执政党的做法不认同的情况之下，而且是蓝白的阵营都有共同的不认同情况之下，因为黄国昌主席到国外去了一趟，回来之后直接变卦的话，那对于真的国民党的支持者而言，会不会还会相信白营愿意跟蓝营在同一个阵线？我个人是打上一个问号。要知道。选举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东西，尤其人心的细腻非常重要。两个政党本来就从一个不同的方向，如果想要合作的话，很多的事情必须要是大家有默契的，这个非常重要。不是说你不能够做别的做法，你民众党当然可以有你自己的主张，支持反对随便你。但是在过程当中，如果没有跟国民党有一些至少的打过个招呼，就直接做出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对互信我相信不会是好的方面。而对国民党而言，我个人觉得啦。不会因为黄国昌主席的想法不一样，我们政党的想法就不一样，因为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执政党包括行政院他们有一些改变，或者是他们真的愿意跟在野党好好的沟通，或者是我们的主席跟赖清德主席有机会真的见个面聊聊天，然后大家有一些能够为了整个国家好的想法共同前进。如果在没有这个前提之下，你说只是因为黄国昌委员的想法去过美国回来之后有所影响到国民党的政策，我相信还不至于。那如果这样的话，看起来蓝营的动作目前是不会有什么改变的。对。那若芳直接请教一下，那你有听到黄国昌主席讲的吗？民进党就是不会治理国家，就只想斗臭在野党。既然你们不行，那他们就要扛起整个国家的责任，所以风尘仆仆去，就算也没饭店，也没餐厅，然后就算去这样子，然后回来如果做任何一些的变化。那刚才不会讲，他们心里要有准备啊。如果你要有变化，那就是大家合作会不会有所影响？所以原来蓝白合看起来那个铁板一块是要绕过美国以后才有可能做这方面的列解。我觉得第一个哈，就是像那个小武哥刚刚讲的，柯文哲在上次踏入立法院之后，然后双柯会面，好，那我觉得白跟蓝之间的关系就开始有点不一样了。你觉得不一样了吗？我觉得有点不一样了。那因为对于柯文哲来讲，他表现出的就是我们上次也在这边讲，他表现出就是我跟黄国昌当时前面这2年的路线是不一样的，可以坐下来跟民进党谈，也就讲了说这些取决于赖清德一念之间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他讲的话是有他自己的盘算，但是很明确的就是他是可以跟民进党来谈。好，那看你要不要来谈，他就是不一样了，路线不一样，跟黄国昌是不一样的。好，那再来那个，当然民众党在讲说那个民进党执政无方或干嘛，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他们一面的这个说辞。当然你要给自己台阶下，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舞台，跟你自己的台词。但是我昨天在其他有台，我讲的剧本跟你讲的是一样的，讲的一样的。你黄国昌把党预算讲成严格监督，然后再来。去美国去美方这件事情，因为真的很赶，大家都会觉得说你怎么突然就要去美国了，而且连饭店都没有订就回来了。然后当然你说你有见到这个国安会见到 AIT 总部，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你去听的东西跟在 AIT 跟鼓励演讲的东西会差很多吗？其实应该是差不多，没有差不多。但是你兜了一圈回来以后，垫高自己还可以再讲一个，因为现在小草在讲说，你看。美国现在就是不愿意，不跟国民党谈，也跳过了执政党民进党，直接跟民众党来谈，最重要的直接来跟他们谈，而且跟国安会、跟这个 AIT 总部都见到面了。那你回来之后，黄国昌就讲说，回来经过我去美国深度了解，这个赖清德执政党都不讲，故意不讲这些东西。
让我们没办法严格监督，所以我们之前是因为这样子才挡。但是我深度了解，跟美方进行好好沟通完之后，回来之后变成一个法江湾，觉得为了国家安全，我觉得这就变成一个民众党的角色就不是小蓝了，民众党的角色就变回柯文哲之前所讲的，就是他在立法院讲，我可以跟蓝的谈，我可以跟绿的谈，我可以因为国家安全，因为民生议题，因为各式各样的法案。我可以坐在中间，大家一起来为国家好。我觉得这个盘算其实真的还蛮深的啦，还蛮深的啦。那只是我会觉得绕了一圈，那你要给自己一个台阶下。我觉得有一个是他在出发前有做了一个民调，就是大家对于党国防预算跟党总预算这个民调，其实在中间选民来讲，有超过50%的人是觉得不应该这样子，党预算不管是总预算或者是国防预算，应该要复委。那当中间选民都是这样，然后2026今年已经踏入要准备选举了，他要不要利用这样子一个中间选民对于不应该这样子党国防预算加总预算的这样子一个民调回来之后，好像变成我听到人民的声音了，我也去深度了解了，美国也确实都告诉我了，我愿意为了台湾去拉拢，就通过了这，或者是让复委了，变成这些中间选民会不会看到讨厌蓝绿的就看到说，你看民众党这个好像不一样了，民众党可以为了国家安全，我觉得很多是为了选票，很多是为了这个政策，那就不是如果他会这样，国民党难道不要为了选票吗？国民党难道不知道这些吗？说不定那就只有他们，说不定加几层也改，就是说我要飞美国了，那不能再说吧？对啊，不是在台湾都听不到这些，要去美国有急事。说黄国昌主席，假设他回来真的有改变他的想法的话，他能够吸引到，我个人觉得还是民众他自己的那批而已。当然，他对其他有些回头草啦。我就不晓得多少回头草，但是会不会反而损失更多？其实我觉得他们真的还是要做评估一下，因为毕竟立法院不是只有8席啊，他8席再怎么样，你说在这个法案上面，他的确是关键，但他接下来法案呢，那他到底要怎么样？接下来的民众党的路该怎么走？尤其是2月1号，如果换了新的民众党的不分区立委，他未来的路是否要依照前面那8席的路走，还是后面那个8席要走他们自己的路，甚至跟民进党比较靠近？我说实话，黄国昌委员他们要真的想清楚，因为一个。如果让其他整个在野阵营的人觉得是有不信任感出现，而且开始萌生的话，那接下来这个裂缝我怕越来越大。尚公，那说实话，你不管黄国昌主席是不是以前有讲过说什么放着会期如果不管的话，然后只要有出国有什么，他曾经讲过类似话，那大家都会翻出来看嘛。但是他就是这件事情太重要，所以一定要这时候会期还在研会期，然后要飞过去，飞过去以后回来，如果什么态度都没改变。那大家会说，这是怎样？那到美国去了一趟，就算看了很多回来，如果还是没改变，可是如果有改变，会不会出现博弈刚特别提的？那大家这个在野阵营之间，一路上大家目标是要把民进党拉下来，把赖清德拉下来，看来那个共同的目标会不会出现一点松动？可是不可讳言，柯文哲显然他的政治手腕跟黄国昌比起来，大概灵活太多了吧？从柯文哲似乎实际再掌权以后。民进党整个的政策之灵活，甚或包括你说像2年那个代孕条款，那个2年条款那件事情，柯文哲俨然已经是变一个仲裁者。我就是为了让你们蓝绿之间朝野，大家不要斗成这样，我才弄了一个民生型的法案出来。你们大家还要搞成这样子，前面那些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像柯文哲刚才那个博弈说2月1号。民众党会不会变？其实柯文哲踏进立法院那一刻就变了啦。像柯文哲刚才那个博弈说2月1号。民众党会不会变？其实柯文哲踏进立法院那一刻就变了啦，那一刻就变了，真的不会。我觉得信赖，那一刻就变了。欢迎加入信赖柯友会啊！信赖好不好？信赖，你信赖啊，你慢慢等着。其实那一刻就变了啦。你注意看，黄国昌发彩通说他要去美国的时候，柯文哲说。
我是知道的哦。然后他还有一段讲话哦，台湾位于第一岛链关键位置啊，国防安全涉及到第一岛链的安全，美国是我们最紧密的盟友啊，我们要沟通等等等。然后你再看黄国昌去之后他的讲话，当然国防是一定要花钱的，但不能乱花钱。什么意思？国防是一定要花钱，但不能乱花钱。那意思是什么？你要买武器正常，但你不能乱花钱买武器。那请问一下，柯文哲的想法对特别条例的影响是什么？复委审查，但我们要严审，你不能浪费。不然买国防要花钱，你把它挡下去的时候，他根本1毛钱就发不出去啊。那逻辑上不太对嘛。好。第二个，黄国昌去美国谈军购回来，问他一句话，然后呢？没有然后。没有然后，我觉得黄国昌就惨哦。因为美国也会说你来讲什么了。不是吗？我 AIT 总部也让你去了，国安会也让你去看，国安会也去了。好。然后国务院跟着 AIT 也去了，研究员也去跟你说明了，等等都说完了，然后回来依然挡。你在里面讲的话，美国会没有记录吗？那去了以后，然后呢？不就是一个高高的台阶，开始要走下来了吗？你了解了美国对台湾两岸情势，你的防卫我怎么不摆？好，经过美国说明，我们同意某一部分，我们就审了。不然我不懂啊，那你去美国干嘛？你不用去美国你知道 AIT 也有军事顾问AIT 也有美军穿西装在里面上班他会不知道吗？注意看一下，第二度档是12月9号，程序委员会第二度档掉。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古立原12月10号是不是晚上接受访问专访？他讲了一段话，他说立法院审查军购预算进入细节阶段，他愿意来立法院。细节那2个字如果古立原都不懂，细节都不知道，他细节来跟你说明。所以换言之，古立原是很清楚的。不清楚的人可以说细节，你们审到细节的时候我来说明。那就是很清楚嘛。那你为什么要跑这一趟？跑这一趟，当然不管你面子上啦什么上啦不管啦，大家怎么负面批评都算了，你就是圆了你一个面子嘛。就你说5个单位的人都来跟我汇报嘛，我回来了嘛，我回来以后我面子够了嘛，然后呢，我就复委审查，我同意复委审查，然后但是我们要严格审，不能浪费。就回到柯文哲说的国防要花钱但不能浪费，不能乱花钱。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所有这一切显然是大家讲好，如您刚刚讲的意思，感觉上大家讲好了一场大戏，大戏完以后能够让他们顺势有台阶下来，然后接下来复委。国民党呢？国民党还在这个地方，然后觉得这是我们大家讲好了，好歹赖清德要不要来做国情报告？要不要？要不要就像包括军公教的这些预算加薪的案，你好歹这些要来，要不然我怎么办？一个是总预算，一个是特别条例，一定会切开处理。因为你现在很麻烦一件事，复议案总预算的复议案是谁提的？黄国昌，理由是什么？军人待遇嘛，讲的是那个警察的那个替代率嘛，你跟人家提复议，这2个条件没有达成。但特别条例你要求的是要说明，那你去了美国一趟，人家美国跟你说明了，所以分开总预算蓝白还是合？我觉得总预算不太会变。那你看到礼拜4他就要协商了。协商的其中一个题目是什么？邀请那个赖清德总统来国情报告。国情报告。但是呢，我仔细去看了一下。其实看里面提案的内容，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版本都用了2个字，叫咨询，不叫备询。这里面咨询，我们都看过李登辉在国大国情报告嘛，他是分小组同问同答嘛，全部问完了，我上来做一次答复，下一组上来我做一次答复。
跟立法院的质询是不一样的。OK， 他们都用了咨询2个字。那会不会借由这个事情创下我们的宪政的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就是国情报告我不即问即答。但你来说明。OK， 你来说明。黄国昌会不会坚持即问即答？如果不坚持，那赖清德就来了。你可以用同问同答，如果签完字到院会决议同问同答，那赖清德就会来了。OK， 那来了是不是就解套？所以礼拜4是一个关键，礼拜5是一个关键，因为礼拜5你看前2次院会，民进党都提议程草案嘛，把复议案把那个讨论事项，把那个特别条例摆在报告事项嘛，已经2次院会都被否决了嘛。那礼拜5还有一次嘛，好，那礼拜5还有一次，如果礼拜4这个先做决议了，做决议了，那接下来就要什么？朝野协商排定日期，排定日期，日期排定来了 ，OK， 他就复委了，所以它变成好几个关键，所以他礼拜3回来就要看礼拜4跟礼拜5。礼拜4啊，礼拜4如果朝野协商大家达成了一个协议，不采取即问即答，而采取国大的模式的统问统答的话，那赖清德也说，只要符合宪法跟那个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的释宪，他就来。那统问统答，赖清德没有拒绝的借口了，没有拒绝的借口了。那时候鬼打墙的意思也是在这个地方，就大家要不要讲清楚，要不要即问即答？这个到最后。如果大家同意的话，一定会签字，签下朝野协商。赖总统来国情报告的时候，采取什么模式，那一定会朝野协商，一定会写明的。不写明，民进党也不会同意，赖清德也不会来，所以一定会写明。OK， 那你整个过程的时候就看国民党啊，国民党要怎么放。只是这个朝野我很怀疑，这个民进党立法委员能够给他答案吗？这个是赖总统。没有，我说立法院里面。我邀请你采取什么模式，那是立法院决定。对，我的赖总统来不来，那是赖总统决定，那是两回事，两回事。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不敢替赖清德总统来做决定嘛？不是，如果统问统答，是统问统答，他们就敢了，他们就敢了嘛。好，然后你现在国民党最麻烦的一件事，我一直在讲，里面1.25兆里面有的项目是涉及到。川普政府知会国会里面8项里面有一项叫海马式，军演，把海马式当目标，海警，你运送海马式，我要那个拦查，甚至不惜动用武力。那请问一下，1.25兆海马式在里面，国民党要有什么态度？现在反而尴尬的会是国民党，不是你国民党的态度一直没变呢，没有。没变，但是你挡得下来嘛？你这边要国共论坛，你郑丽文又想见习近平，那这一个案子，国民党能放吗？不放的话就分野了。尚公刚已经把那个包括国共论坛，大家不是那时候有媒体讲说政协会，然后会不会有所谓的门票，然后国民党包括郑主席这样，所有的人都大力抨击说怎么可能会有门票节？尚公刚把这些也摆在一起。所以你要不要简单回这一块？就是如果要是国民党态度还是一样，那也没有出现那个是不是可以统问统答这些，也就是国防特别预算的条例还在那。那接下来媒体都讲说，到了1月下旬，1月27左右就是国共论坛，再来会不会有政协会这些？当还僵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先不管民众党，那黄国昌主席回来以后态度会不会转变？可是对你们来说，这些是不是还是要去做解释？没有，它不是门票，它不是连结，它没有任何关系，需要去做这样解释。我老是觉得也没什么要特别解释，反正相信了相信，不相信还是不相信，讲太多结果也是一样。所以我真的在意的点是，主席真的到对岸去了，在那个过程当中，你的言辞跟包括你所有的言论，甚至是假设我不管你见到对方什么样的高官，不知道。对方给我们的回应是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代表了这是一个国民党一个新的主席，然后代表整个国民党到对岸去谈，这个是民众在看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两岸关系不好，那民进党原则上你说跟对岸几乎是失联了，就失联了。有没有在党能够让两岸的沟通能够重新连接起来？老实说，你说柯文哲也讲了，他说这个两岸一家亲嘛，那国民党本来也是自诩两岸我们是唯一能够有连接的地方。
那怎么样能够让民众相信这一点？而且能够信赖国民党，的确是能够让两岸能够有一个不同的沟通的模式跟方向。我觉得这立委主席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我又问一下你，因为你现在陷入两难。第一个，如果你要民众信赖说你们是可以促成两岸和平，但是你们军购上面民调上面50几%认为军购要让他审，那军购里面又有中国告诉你我不要的东西在里面，然后你这边如果要处理，你那一边怎么去见？你可能也见不到。你说你见到的话，你就是要挡他嘛。但是你们军购上面民调上面50几%认为军购要让他审，那军购里面又有中国告诉你我不要的东西在里面，然后你这边如果要处理，你那一边怎么去见？你可能也见不到。你说你见到的话，你就是要挡他嘛。我的想法是这样，所以它变成你挂钩在一起了嘛。我懂三公的意思。现在状况是假设。我们像国民党在还没有去见面的情况之下，就是说我们现在国内讨论这个问题，跟民进党讨论这个问题，一个要军购，一个不要军购，然后到底军购内容啊，一些细节大家在讨论。所以你说民众可能会觉得说，国民党好像是不是应该要审预算，不该继续挡下去？国民党现在最大的问题，我老实讲，50几%、40几%，我老实讲，我觉得都不是现在对国民党最大的挑战。国民党最大的挑战是到对岸去之后，到底能够得到什么讯息，或者包括是民众怎么看待国民党在两岸的角度。如果国民党在两岸角度是 OK 的，那我老实讲，军购回来的事情大家在讨论。现在国民党如果还没去之前就想说这个可能有50几%，可能差一点，所以我们军购开始放掉了。那我就先讲，那国民党连基本盘都没有了。因为还是老话一句，在我们的坚持的情况之下，执政党没有任何的退让或者沟通的前提之下，国民党突然退了，那前面在干嘛？上公刚才讲的会变成一个前提了。上公刚讲的意思是说，如果军购你不挡。如果你不挡的话，人家连见都不见你。上公的意思是这样嘛？所以你就被挂在一起嘛？他已经嘛，所以被挂在一起，告诉你他不要了，所以那已经是光去就变成一个前提。可对于国民党而言，我们不是因为那个挡下去要为了见他嘛？对，但是解释也解释过了，大家也不听，所以我觉得也不用解释。它会变成挂在一起了嘛？所以还说，那最后有解套，就是国民党假设主席真的过去了，他这过程当中到底给了台湾，包括中华民国什么样的态度？我觉得才是真的解套这个方式了。好，那可是3Q，你不得不讲，我讲说现在已经变成白银这8票会是国内政坛未来2026、2027到2028。但是最重要的8票，连美国都已经发现了这件事，好像全世界早就应该知道了，因为那个数学一摊开，它就是这样。只是某种程度来看的话，我们就回到讲，当白银自己内部现在感觉上是不是已经不愿意再当小蓝了？我现在走向自己的一些路。可是呢，所谓的2年条款，尤其有人说2年条款，好，现在看起来陈昭志应该不会下，所以应该是换6席嘛，换6席，当一个全新的白银的时候，在未来，你觉得会是什么样一些情形？那陈昭之胜获了，好，若方觉得陈昭之搞不好在下一个会期会不会当总召，因为他变成是资历最深的一位。如果这样来看的话 ，Thank you， 你对于那个代理孕母条款那些，为什么这么有意见？我没有到很有意见呐，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啦。因为我自己当过第三势力小党的政治人物，在立法院里面嘛。那我们要游说一套法案通过，你要么就是讲道理，要么就是这个沟通拜访，那要么就是上公，我是来你放心啦，连各种方法五花八门。我没看过那么无聊的政治游说法案是在立法院里面用吼的、用咆哮的。我就讲一个很简单的今天我们在谈国防议题之前，蓝白哪一个法案想过不能过的？所以他第一个柯文哲，你对8个立委里面，你大小眼嘛？怎么有的人有带条件2年，有的人没带条件？是陈昭之比较贵，还是你这个人就不公平啊？你现在还有人说什么柯文哲没办法，他只要被撸就没办法啊？你是不是鼓励民众党以后大家都来撸你？那撸一撸之后，后面8个也都不用当立委了。所以当一个政党这样子的政治管理，讲科学、理性、务实，这个全部都要前面加一个不嘛。然后黄国昌你也在于可爱，如果你已知你们这一梯这个他们8个至少是同梯吧，那你在接任主席的时候，面对到这一些个别议题，这个是台面上我们看到代孕条款等于2年法案呢，台面下其他的是什么呢？
有没有什么帮我家土地变更一下的？有没有什么什么之后我的小孩要去哪边工作，或者是可以跟那个阿瑶一样可以出国吃喝玩乐的？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就是暗盘啊，这不是你们在选举的时候讲的事情，你是事后才被发现的事情当然我们不知道那个纸是现在写的还是2年前写的，但就大小眼嘛。所以黄国昌柯文哲不公平啊，黄国昌处理事情处理到莫名其妙，这个是丢三落四的啊。陈昭之是连找人游说的对象都找错嘛。你以前跟国民党合2年了，你要国会扩权，你连宪法你都动了，你连宪诉法10个大法官要9个通过才9个宣判才能违，你都动了。你一个大运法找国民党的手牵手，那你不是还有一个陈清辉好朋友吗？就是那个最简单的事情，你看起来做不好啊，最困难的你们就头一直撞啊，撞到全国人民出来变成大规模的公民运动，那不是莫名其妙？所以对我来讲，大运法案的推动，倒不是条文内容，也不只是什么9条20条的问题，是你这整个过程就看起来很荒谬嘛。这个过程看起来像幼稚园在处理，就像班会那个我们投票说。好，我们今天6个来宾加1个主持人，岁末年终出国旅游，然后呢，阿苗说要去美国，我说要去日本啊，然后这个博弈说要去中国，反正就大家就讲不一样的地方嘛。然后接下来陈昭之就坐在地上说：“我不管啦，我要去我去的地方啊，你们要听我的。”我想说，不能好好讲话吗？我的心情就是不能好好讲话吗？一定要人家大声跟你犟，一定要林淑芬出来跟你吵啊，然后什么吴思瑶出来跟你吵，你才要摸摸鼻子回去。柯文哲主席他们欺负我，干嘛这样？大家用大人大警啊！好，所以代孕法案的状况是在这里啊。事实上，代孕法案就是因为有争议，大家都知道它的母法其实是人工生殖法，代孕法案是其中里面一个条文，但是因为大的东西没有共识，小的东西先拿出来讨论啊，结果小的被人家发现说共识更差啊，然后搞到现在什么进度都没有。我当时是修护照啦，其实我们这个也不用说公开或私底下啦，我们大家用客观的角度去投。我当时修那个护照把台湾放大这件事情，大家去注意，第一个他一定要他会问有没有异议嘛，国民党举手有异议嘛，接下来朝野协商冷冻期，然后这个大院表决，你们回去看那个时候很有趣，我们提的法案是近几十年来唯一一个全票通过的法案。林维洲是当时的不知道书记还是干嘛的，他就等到要表决我那一个案子的时候，林维洲说走，国民党集体出去抽烟，然后就全部都走出去了。所以在护照上面加注台湾放大一事的提案公决案里面，国民党是退席，就全部都灰灯，他们没有按否认的。所以这个就是技术上，他一方面他也可以跟人家就如果他需要跟中国交代的话，他是可以交代的。但另外一方面，他们其实我认为也觉得这个法案并无不妥，只是他们投不下那个同意票。那由此来推论国防议题，国民党现在其实某种程度对大家来讲是，我们不要说他们信任中国了，至少是中国比较信任他们。那民进党也不要说是民进党完全亲美了，是美国比较信任民进党。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把它想成农民跟工人因为反正中共上面有一个镰刀把它当农民啊。那现在一直在讲工厂工业要回流，所以川普这边就工人。所以民众党我某种程度认为这个策略才是一开始应该要做的策略，就是做怎么样叫加值服务加工区啦。就我也可以拿农产品出来加个工然后包装更好的商品，或是拿工人的东西出来包装。但事实上，这个第三势力我们想象是这样子比较正常。可是过去1年多看起来，他有在走这个路线吗？没有嘛，他就是抓着工人一直揍嘛。拿了民进党每天赖清德嘛，午夜梦回，我都怀疑说他叫赖清德的名字比叫他老婆还要多。所以这个是可能的，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毕竟他工时这么长嘛。怎么样？没有。所以。他如果走这个路线的话，其实对国民党来讲，他就是他其实是可以这个走得开的。刚刚上公跟主持人还有博弈的讨论，就是国民党可以回去讲我就投诉人家了啊，我们没有表达我们坚持的态度吗？有啊，就投诉了，不然怎么办？而且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立法院的氛围跟结构，其实很大程度的是受到美中之间的跷跷板在影响。什么意思？好，今天民众党是笨蛋吗？你看一下委内瑞拉的那个副总统，委内瑞拉总统被夹娃娃抓走之后，副总统现在被川普指定就任嘛。那我们就联想到国民党过去也有一些很大的大佬当到主席的、选过总统的，被写 protector 嘛。也就是说，如果国民党一不小心有那个超级
超级红统人当上总统之后，会不会那个 protector 就变副总统，随时可以把他拉起来就位嘛？所以他们必须要在这个情况下，你像美国强的时候，那国民党跟中国那边的连结就会变成互相起疑心。那中国崛起的时候呢，美国跟这个民进党的关系就会生变嘛，会采取不信任。不然的话，当时不是阿扁也被人家讲过麻烦制造者，那个时候中国正在崛起，所以台湾的局势其实是这样子看的，它其实是一个杠杆的。对中国来讲，它不可能去投下那个国防预算的票，大家也都不用想，用拜托的、用求的，给他钱他都给他钱不一定，但我不知道了。他们基本上就是不会投下那个东西啦，这样子他才有办法在台湾。你要想象，就是在台湾代表。不是农业，就是代表中国的比较喜欢中国的，或者是不要得罪中国的那一群人，他才可以跟中国谈。某种程度，我并没有要抹红的意思，但是因为美国有 AIT， 中国没有 CIT 嘛，所以总是要有一些代表性的人物来这边讲中国人的话。普遍我们认为是国民党的部分政治人物。那在这样子的平衡下，你大概就可以看得到立法院接下来的议案，在美中的平衡慢慢失控的情况下。可能在台湾的立法院局势也会改变。OK， 但医生，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刚刚讲，当柯文哲把那个代孕法案推出来的时候，他说他是在蓝绿之间，他希望化解朝野对立，推了一个民生法案出来，感觉上他已经是国内现在所有政治僵局的仲裁者了。我觉得这个代理孕母法案是假议题。柯文哲跟陈昭姿一定都很清楚，在立法院2年不可能过这个法案，因为陈昭姿已经推了20年了。包含他最亲信的陈水扁总统在任内，他提出相关的法案，陈水扁也打枪他。如果连陈水扁都不支持陈昭姿的法案，更何况赖清德，更何况柯文哲？柯文哲自己是医师，他难道不知道这里面有医学伦理的问题吗？他难道不知道他的医生朋友很多都反对吗？都知道啦。所以这个2年条款，他就是要给陈昭姿做4年了。不管是这张纸2年条款的承诺是2年前签的。还是最近签的，他已经就是要给陈昭姿做4年。那背后的道理是什么？是不是为了绿白合留一条路嘛？你觉得是这条路是可能的路？那我觉得柯文哲现在的战略是这样子，国民党要注意啦。这民进党已经很清楚了，已经很清楚柯文哲的手法。柯文哲叫不给赖清德面子啊，反正这2年，这是不止2年啊，这6年柯文哲没有给赖清德，没有给民进党好脸色看嘛，所以他不给赖清德面子。重点来了，他不给国民党里子。这8票是完全独立性的。其实，在过去的立法院2年里面，民众党常常会说，我提的法案，你民进党来支持就好啦。他就会掌握住说，如果譬如说用军购条例来讲，我民众党可不可以自己提军购条例附委案？那我里面附带一些什么严格审查、无违不违条件，然后你民进党要不要支持？那我就变成是整个在立法院的主导者，你民进党要支持我嘛？一样，国民党相关要的法案，我一样，民众党来提案，国民党要不要来支持？这样它变成才能够完全主导整个国会的运作嘛。这也是柯文哲在所谓的他自己都说了啊，是因为我关了2年，不然不会这样子，关了1年了。他在立法院原本一直要玩的，从立法院院长的选举就开始这么玩了嘛。他有没有去跟韩国瑜讲说我要副院长？他有没有跟民进党讲说我要院长？就看你们谁开得出来要给我当副院长或院长啊。原本他是可以拿到院长的，所以他从一开始的院长、副院长选举的时候，他就拿着这个8票来做杠杆，来跟蓝绿去谈条件嘛。所以你看接下来他会持续的这么玩。国民跟这个民进党，但是民进党已经习惯了，反正我大不了就是你们蓝白团结在一起，这2年都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未来国民党持续被民众党这样玩下去的话，那国民党会不会玩惨哦？我一样要说哦 ，AIT 已经连江启臣、蒋万安、韩国瑜都拜访了。如果你们还不给 AIT 面子，结果这个面子被黄国昌给收割了，那不是国民党两面不是人吗？你们不是两面不是人吗？你们这个法案你们也挡不住啊！如果民众党提了案，民进党支持，你们就挡不住了。那你们挡不住的情况下，你们还坚持说军购条例不准过，为了我们郑丽文一定要见到习近平，
那你们不是啊？那你们不然你们要讲出道理来啊！你们明明知道我讲什么道理不是，明明你们知道过不了，然后你们还坚持要挡的话，那不就是为了背后有什么理由嘛？那你要跟背后这个理由要跟全民诉说清楚。如果不是曾立伟要见党主席，那到底是什么嘛？这也就是国民党现在最大的危机。因为我都说蒋万安、江启臣、韩国瑜才是代表国民党的主流嘛，但是整个党中央是谁？是郑立文嘛？整个党团是谁？是傅崐萁嘛？整个叫做正副体制，带着国民党的路线，这才是国民党的危机啊！如果你们只要10%的红统路线的票，你们就继续往这边走，而民众党已经思考清楚，他们要往中间靠拢。我回应一下，我讲完对。第一个，刚刚上官讲到，就是关于这个这个所谓的1.25兆的这个预算。当然，民调如何？对，条例啊，这个民调如何？那讲应该是全民的民调吧？有没有去看一下国民党自己内部的支持者的民调？我没有看到过民调，但是至少就我周围听到，我老实讲，国民党坚持走下去，至少他自己的基本盘还在。支持者都跟你们讲，没错，应该的，本来就应该嘛，因为。你这1.25兆，美国要多少？可能3500亿，那剩下其他各国到底怎么样？包括你说最近飞机的事情，包括你说子弹的事情，包括了一些装潢公司去标所谓火药的事情。我讲句真的，中间的选民是否真的这么希望现在我们中华民国有1.25兆通过来买武器？我都还要打上一个问号，因为真的有些不同的想法。包括你说最近飞机的事情，包括你说子弹的事情，包括了一些装潢公司去标所谓火药的事情。我讲句真的，中间的选民是否真的这么希望现在我们中华民国有1.25兆通过来买武器？我都还要打上一个问号，因为真的有些不同的想法。武器可以买，但是要买的第一个适用，第二个及时啊。我们之前买这么多来了没啊 ？F-16B 要来了没啊？包括你说那个防撞系统到底装了没啊？包括你说那个防寒衣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完全到货啊？这些事情民众其实心中都有判定。OK， 那国民党去见习近平主席，或者到对岸去见任何一个人，跟预算没有关系。我要讲是跟预算没有关系。国民党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所以一开始之前我们就认为这预算要讲清楚，我们不让你通过。如果现在突然莫名其妙就说，好像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突然通过了，那我们之前的理念，我们坚持的是什么？这么长的时间，那前6次不变笑话了？我讲了前7次就变成笑话了嘛。所以我讲国民党包括民众党可不可以有不同的想法？我觉得当然可以。可不可以改变想法？当然也可以，但一定是在行政院或赖政府可能有一些善意，或者是大家真的坐下来好好沟通完之后而造成的改变。不会在什么都没有变的情况之下，国民党突然改变了态度。而最后我要讲个民众党的事情，上官不好意思，等我一下。没有关系，你尽量讲。民众党态度我讲非常单纯。民众党有他自己个体存在，他是一个自己的政党，他不是隶属于任何一个政党，所以民众党为了他自己的整个政党的支持度最大化，做出任何的努力，我觉得都是正常的。但是你说他不给国民党里子，有一个老师刚讲不给国民党里子，我觉得是没有错，他把杠杆开到最大，我觉得也是8席都跟50几席在那边叫板，当然是杠杆开到最大，开了几倍，6、7倍以上了。但必须他们要理解一个事情。如果当国民党没有里子的时候，民众党你还有里子吗？你自己要想清楚啊！不是说你现在跑去跟民进党合你就 OK 的，你的支持者能不能接受？包括你这么长时间来攻击民进党讲的话语，你要怎么圆回来？你自己要想得清楚啊！所以我只能说，对民众党而言，他当然有他想法在，他当然有希望他的未来的走向在，但是以现在这种状况，我个人觉得跟国民党合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最后怎么判断？柯文哲主席自己去判断的，我也没办法好说。黄国昌主席自己去判断，因为之前就是因为你们本来决定好跟国民党合，结果没有合，结果你们民众党，我不讲柯文哲有没有被关的另外一回事，民众党只剩8席立法委员，我就讲白了。如果当时蓝白合选上的话，你民众党会只有8席立法委员吗？会不会有很多包括一些政务官等等，让你们的一些支持者有机会来为民服务？我相信你们自己心里都有数了。走了1年多，发生非常多的风风雨雨。如果到了现在，你民众党或甚至于你们民众党的党主席都还认为跟民进党有可能合作，甚至从中得到你们所想要的东西，那我只说祝福啦，好不好？祝福你们。若凡有没有感觉博弈苦口婆心，一直不断的在想办法跟民众党喊话？可是刚刚一上来讲，
柯文哲把陈昭之留下来，他觉得前面那个什么代理孕马是个假议题，留下来真的是为了跟绿营之间的合作吗？你们绿营自己怎么想？你们会跟他们之间做这样一些合作吗？我觉得应该是说，赖主席总统在上任的时候，他其实就有讲，其实大家为了国家好，议题上面，我上次也坐在这边有讲，为了国家好，其实议题大家都可以坐下来谈。我觉得就是可以坐下来谈，这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因为这是为了国家，而不要为了党而党。那当然，刚刚博也讲到说，这个国防预算不能乱花，对，你们都可以砍，每个人都可以，那个每个立委都可以砍。但是现在是在审条例，你要有条例通过之后才会有预算。那预算进入到审查之后，博弈你们预算审完了吧？应该我们这里审完了嘛？对，都还要准备2读了。在审预算的时候，大家就会在每个委员会里面每一条拉出来，你为什么这个期程要这么久？那你这笔钱到底花到哪 ？OK， 都有细项。可你现在审条例，那你现在又在吵说不能乱花。对，你还没有条例没有过，你没有预算，你怎么会知道里面要买什么？好，那再来，其实这个说什么博弈刚才在讲到说这些防寒衣来了没什么什么。你现在如果跟台积电订晶片的时候，他会不会现在马上出货给你？不会啊，因为排程啊。还有出货，那大家都要等到明年后年，所以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说，为什么中间选民会觉得这份民调就是说，中间选民觉得在党预算应该要进入排程，应该要进入复委审查这一块，是有过半是觉得支持的，因为你不复委，你不会知道里面有什么，然后你没办法逐条审查。如果你觉得开始逐条审查不合理，不行，预算太高，这个不应该买，那个不应该买，我觉得这都可以，但你至少要讨论嘛。那至于就是如果国民党现在一直觉得说因为国民党的基本盘觉得不应该买，那我觉得那也是为了自己政党，不是为了国家。我觉得大家应该要看清楚这一点。咱们担心刚刚讲说，因为1月下旬的时候，包括国共论坛，甚或3月会不会有政协会，这些议题，当然讲说跟刚才讲的那个，包括军购这些，会不会搭上连结性，或是会不会担心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博弈刚刚直接讲，是郑主席到了那边跟人家谈的时候，讲了什么东西，表达的是怎么样，或人家给穿什么小鞋，他能做什么回应，那个才是重点吗？其实现在大家非常务实来谈就好了。美国他为什么这一次要用这所谓的这个请黄国昌到华府来谈一谈的这个手法？首先第一个要拉动这个柯文哲的8票容易，还是要拉动郑丽文的52票容易？就美国的角度看起来，先试试看拉柯文哲这8票是这个感觉成本比较低的。好，那大家继续往后推哦。如果这8票真的被拉动了，请问国民党那52席，美国有必要再怎么样付出高成本吗？所以接下来就是换美国看嘛。你郑丽文想去见习近平的话，那你就去见吧。看看你见的是怎么样嘛，对不对？那之后郑丽文要来华府吗？要来华府要见谁呢？那就后面再看怎么安排咯。这个是在 Plan A 最好的情况之下，柯文哲那8票被拉动的时候，局面变这样嘛。那这对国民党来说呢，刚好相反过来是最差的局面。因为国民党只剩一条路直通北京啊，那通向北京不就是通向败选之路吗？所以现在对国民党来说，国民党一直讲说的亲美友日和中啊，不只要画3角形，还要画4边形。我不知道他们到底要画多少几边形啊。国民党的这个路线要能够成真的前提是，他抓着白色的这8票，白色这8票没跑。一旦白色这8票跑了的话，国民党他的这些盘算全部都会崩盘掉嘛，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柯文哲一定期待就是说，哎呀，现在好像美国也要来拉拢我啊，那国民党也怕我跑掉啊，我是不是身价水涨船高啊？我就是变成最真正的关键少数啊，最有权力的人啊，那可是反过来，美国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今天我们在讲他是务实，他的务实是务实在，只要我能够达成我的国家利益的目的，我不会去管说这是民进党、国民党还是白色帮我做的。如果白色这8票拉不动的话，接下来美国出给国民党的就会比较好。白色8票拉不动嘛，好，那上次 AIT 古立言不是见了郑丽文，见了国民党的副主席，谁都见了嘛，对不对？又见了蒋万安哦。好，接下来美国当然也可以啊，他可以邀黄国昌华府1日游，他也可以邀郑丽文华府2日游，他可以邀蒋万安华府1日游，他都可以邀任何人啊。那这个时候最尴尬的
又会变成柯文哲跟黄国昌了。回来之后，如果说我继续在国会里面，我要继续去阻挡，那美国转向了到国民党啊，国民党想说我亲美友日和中啊，我要去见习近平，我又可以去华府平衡，多好啊！等到最后变成蓝绿合推国防的时候，请问你那个8票，在立法院不是只剩表演功能吗？所以现在蓝白之间他们的同盟之间开始出现了一个跷跷板关系。这个跷跷板背后的动力其实是来自美国。黄国昌去美国快闪，华府快闪其实只是序幕，只是第一个。那接下来这两边要怎么竞合我觉得会有很多好戏可看，因为这两边都是私心特重。OK， 之前这个国民党这私心就不用讲，我们没有私心。柯文哲，我是一直觉得是没有良心，是。不予置评，我在讲，我让回你的答案。你让他讲不出话来，这样不好，我们是本着良心做事的，好不好？你看上公还是非常老练啊。你知道这个我们在讲说，为什么国民党人现在会这么信任白色，我都想不通因为前一天才签6点协议，隔天就可以撕毁，这个是台湾政治史上最大规模毁约。因为前一天签的那6点，甚至还有照片照给全国看，然后隔天马上翻脸。那现在国民党还很相信说柯文哲一定无怨无悔跟着我们走，因为他现在有官司，只能靠我们。柯文哲所想的远比国民党想的复杂多了。柯文哲不会认为国民党能够救他的官司，但是柯文哲可能会期待，我不是说一定会发生，他心里面片面的会期待美国会救他。这个是他心里片面的期待，包括了他的很多小草也包括他的很多的小草也都在想说，如果说我们支持国防预算的话，那美国会不会叫赖清德放的柯 P 这些剧情他的剧情有在跑，因为柯文哲很多剧情嘛，你看他以前当台北市长的时候，一下子说自己汉高祖，一下说自己是什么雍正皇帝，人家讲的5个皇帝这种，他有很多的想象空间他自己的想象空间。那所以他不会跟国民党死心塌地，他不像黄国昌一样，黄国昌是傅崐萁把他头这样拍下去，黄国昌还跟你笑笑。傅崐萁或曾丽文敢把柯文哲头这样拍下去试试看。柯文哲他的霸气不减，他的想象力非常丰富。那至于美国会不会真的按照他的想象，我认为不会。但是在他的想象之上，他会成为国民党的 X 因子，在国会里面，现在他们蓝白2个在比的叫做谁先跑，谁先跑向美国那边，剩下的那个就留下来洗盘子。上公，蓝白合会因为白银，当然要等黄昌主席回来以后，整体白银到底刚刚讲，包括礼拜4、礼拜5这些会不会有转向的一些的问题，跟未来蓝白合之间，因为本来大家一直在算2026、2028的时候，都是把蓝白绑在一起看。接下来会出现这样变数吗？因为今天的跟选举有关的新闻，民进党那高雄。像南部三个地方是这3天要做民调嘛？那高雄已经出来了，是赖荣委员 ，OK。然后今天是嘉义，然后明天是台南嘛，对不对？所有这些，当有一些地方大家都在讲说蓝白如果绑在一起的时候，跟绿营之间会有一番的激战。当然也有人讲说，因为2022，国民党赢的算大赢，在地方县市，民进党等于就是南部那些地方的县市，从嘉义以降嘛。所以对国民党来说，会有一些地方有风险。那有风险的地方，甚或连台北市，大家都在讲。今天媒体常有讲说，会不会请那个行政院长周荣泰院长出来要站台北？所有这一些，你觉得在未来这些选战里头，跟蓝白合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变数吗？我觉得，当然，现在民进党比较头痛的是台北跟桃园。其他的还有金门。其他的基本上有在讲，对，选举黑洞，对啊，没有什么头痛的，因为其他的地区初选就结束了嘛，就快结束了嘛。其他的地方是基本上属于主席征召权嘛。那现在最头痛的当然是台北跟桃园嘛。台北跟桃园，当然你说民进党在提名过程当中，这一次提名县市长提名，他们步伐算快，算快了，对。然后2月4号开始，大概4亿元里面，你像新北2月4号开始要抽签，新北议员什么时候开始做民调了 ？OK。
所以呢，提名的速度算快。那提名的速度快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人选底定以后，整合的时间拉长了。不管你有多少恩怨，你后面的整合的时间会拉得很长，有利于选举。但国民党跟民众党，民众党现在大概就宜兰跟嘉义提了嘛，对，其他还没看到吧？连黄国昌一直要什么，要给他4年时间，到现在都还不敢提啊。然后国民党里面呢，现阶段也是步调蛮慢的哈，步调蛮慢的。6都啦，应该可以快一点，应该快点会比较好。因为要连任的比较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哈。但是你不要忘记，你们这次不连任的蛮多的。对，那你现在他的提名速度，现在说是要在过年前后要新北啦那几个要搞定嘛。对。那蓝白合里面，会这么快的谈好吗？因为周瑜修说3月火车过，时间到了就开了啊。黄国昌也说过火车时间到了就开了。突然冒出一个柯文哲说急什么？急什么？他要跟你搞到7、8月，急什么？好，当你柯文哲越不急的时候，国民党自己要小心了。因为柯文哲会想办法把筹码拉到最大，给最大的压力。他一定会把筹码拉到最大。今天很简单啊，他走进立法院，他好像要扮演蓝绿的跷跷板里面去平衡。你国民党压力就开始要准备了。当他说国防要花钱，但不能乱花钱，然后黄国昌去，国民党就要小心一点了。特别条例会不会回来，就要让他下去了。特别条例是不是军购出现？对民进党来说，执政党来说出现曙光，有可能要复委下去审查。那你说这一连串的下去，请问国民党跟民众党会像以前那么走得这么近吗？现在开始是逐步有点距离，尤其是在今年2月1号以后。那个距离可能跟国民党的距离会瞬间拉大，因为背后是柯文哲，不再是黄国昌。你变成柯文哲在主导这立法院的发展，这8席往哪走，谁赢？会变成柯文哲会在背后去用线控，这8席往哪里走，去决定立法院的胜负的时候，蓝白合的过去的紧密度一定出现痕迹，一定出现裂痕。蓝白合的过去的紧密度一定出现痕迹，一定出现裂痕，一定出现裂痕。如果柯文哲还有新思想2028的话，那一个裂痕会瞬间拉得很大，让国民党去做某种程度的屈服，去做某种程度的屈服，去创造民众党未来最大的筹码。因为柯文哲这样玩，其实白银是那个国民党是真的要紧张。还有一件事，其实军购的特别条例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因为台湾的社会里面形塑军购特别条例跟国共论坛跟郑立文要去见习拉成一条线的时候，民众党每次都在那8席里面，就在程序委员会就拼命的支持国民党，到了院会的议程表决又站在国民党那一边的时候，民众党会被国民党拉到亲中那一条路线去。那民众党还要不要柯文哲要不要走亲中这一条路线？看来他不想走看来他不想走如果他不想走的话，其实2个党中央在柯文哲主导下面，可能路线上面都会有一些分歧。其实这看来蓝白合
其实我觉得不是你蓝有多大，是柯文哲要创造多少。OK， 那现在看起来的话，未来呢，就对，所以黄商主席回来以后，明天呢一定会有一些记者会吧。会要跟大家大概做，不知道能够说明到什么样一些程度，但显然这整个白银的动作对于未来呢，包括蓝白合，包括2026跟2028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性。那就看礼拜四、礼拜五，那在地法院的法案会有什么样一些的改变。可是全球现在的目光焦点大概都摆在伊朗吧，现在看起来就是牵一发动全身。阿妙，请问一下。伊朗现在状况有多糟？因为包括很多不同的讯息，包括镇压上面，然后死亡的人数，甚或有没有讲说那都是直接取命的那打法，爆头然后打心脏，所有那些连美国都发了安全警报，所以状况有多惨？伊朗是，其实，在伊朗的人民开始抗议之初啊，川普总统他曾经就有公开讲过，他讲得很直白啊，他说如果伊朗开始杀害抗议者的话，美国会出手。那当时国际就在看啊，因为大家也很熟悉川普总统嘛，他的发言呢通常都很劲爆，可是最后他实际上做的会不会像他的发言强度一样，很多人是会大家打上问号的那最近我们在伊朗的局势啊，看到呢，透过新闻的镜头，其实大家真的都很担忧，因为对于这个伊朗政府的抗议呢，是遍地开花。那在这遍地开花的情况之下，伊朗的政府它的镇压的手段呢，其实是更加的强烈，而且都是直接的针对抗议者而去那确实已经达到了当时川普总统所说的就是说如果伊朗的政府开始杀害抗议者的话，那现在已经不是说开始杀害的，是这个持续的一直不断的在进行当中那所以现在全世界也都在看说美国会如何大家看这个是最新的1月13号，美国的这个伊朗大使馆伊朗大使馆他直接宣布了一个最关键，大家看画红色的这部分，离开伊朗，现在立刻离开伊朗。他呼吁美国在伊朗的美国人、美国公民现在立刻离开伊朗，这什么？这就是要撤侨。那当然，台湾很多民众都很熟悉就说你看一个地方的局势是否真的紧张，美国是不是宣布撤侨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在这个俄罗斯普丁要进攻乌克兰之前当时只有美国总统拜登一直跟全世界说会打，世界其他地方都不相信他，但美国还是宣布撤侨。之后果然普丁动手，所以这个美国大使馆宣布伊朗撤侨，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另外还有一个指标川普很喜欢运用社群媒体来公告他的动向，这个是白宫的官方账号不是川普个人的出 social 而已。白宫的官方账号，他讲3件事情。首先，第一个，希望上帝保佑美国的部队。为什么提到部队？对不对？这一句话无限想象空间为什么上帝要保佑美国的部队在此时此刻发出这个？第二个，希望上帝保佑美国。第三个，我们现在只是刚开始后面还附加了这个是美国的象征的这个美国的鹰这个动物然后下面是一个川普的 slogan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这一篇贴文很多人就在解读说，是不是就已经几乎是明示在说会派遣部队前往伊朗？因为你要保佑天佑美国，现在一切只是刚开始，又要保佑美国的部队那当然。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一点。不过我要请大家稍微把回忆拉到去年的6月份。去年6月份的时候，川普曾经轰炸伊朗。他轰炸了伊朗3处的核设施，没有派遣地面部队。他派那个 B2 轰炸机载钻地弹到福尔多，然后呢丢了钻地弹下去之后呢，那个钻地弹第一次实战，让全世界，因为过去我们大家只听其名嘛，没看他实战过嘛。那实战过之后，川普宣布说，现在伊朗已经不存在核子武器了，就钻地弹发挥效果。另外呢，他还有这个在海面上的部队，在海面上的部队发射飞弹，直接去攻击伊朗陆地上的设施。所以去年6月份的时候，那次袭击他是没有派所谓大量地面部队进入伊朗他直接是用空跟海就摧毁伊朗核设施。所以在这一次，全世界在看。美军不是只有说所谓的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这个选项，它可能会有其他的选项，像这个大家全球都觉得非常惊讶的活捉马杜罗，他也没有派大量的地面部队进去他是用这个所谓闪电战的方式活捉了之后，美军也没有驻军在委内瑞拉就撤走了。所以
这一次川普面对这个伊朗的情势，当然你说他是不是这个民胞物语要推动伊朗民主化，所以他关怀这些抗议者，当然那是他为自己找了一个大义名分啊。那有很多人会推测说，是不是因为地缘政治相关的利益种种？但姑且不论动机为何，他接下来会采取的手段，我认为未必是像大家所想象的，好像以前美国对中东就是派遣大量地面部队进去。我认为在这一次里面，他除了还在用外交，最上兵伐谋嘛，然后其次伐交，最下攻城。但是最终如果他决定要动手的时候，恐怕又是一个新的战法。OK， 上哥，如果不派地面部队，有很多人，当然美国有很多选择嘛，包括刚刚讲空袭啦、网电战啦，所有的这些都是。那在所有的讯息里头来看，因为川普刚刚讲他会放很多一些的讯息出来。那现在媒体大部分大家在猜，当然第一个那个披萨指数又飙嘛，对不对？那个一飙，大家就知道在想说会不会出兵。刚阿苗拿的那张，川普第一句话写的就是愿上帝保佑他们的部队啦，什么什么这些。美国总统很喜欢在部队出兵的时候，你回头去看珍珠港那部电影，那部电影是美国不是被炸了珍珠港，后来美国选择用大黄蜂号。然后在他们的一个上校带领之下，第一次空袭日本，那批飞机起飞的同时，你回头去看那部电影，他们的总统也在发表演说，其中一句话就是希望保佑我们的部队，也就是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是有人在征途上，但是你不知道他们现在到底会做什么。现在大家都在等美国到底会怎么出手。美国会怎么出手啊？因为美国。根据很多的报道，他第一个否决的是陆面部队进去嘛，因为他也不想不比委内瑞拉，对他也不想重演什么伊拉克战争的驻军在那里面，到最后撤离又很麻烦啊。我说第一个先排除了这一部分嘛。到最后撤离又很麻烦啊！我说第一个先排除了这一部分嘛。第二个，当然，你考虑的是不是比照委内瑞拉的斩首啊？但是那个困难度会提升。因为第一个国情不同，他们是神权政府。那有很多所谓的革命卫队圣战士的那些死士。所以相对有了委内瑞拉以后，哈米尼一定会防这一招嘛？好，一定会防这一招嘛？当然，你说轰炸有没有可能性？当然轰炸是最有可能性的，因为要知道伊朗刚才特别谈到那一个去年6月的午夜之锤嘛，先是以色列的先来一波轰炸，把它的防空系统所有的东西都炸毁。接下来，美国午夜之盾7架 B2 隐形轰炸机飞越了几乎半个地球，里面还横跨了3、4个国家，没有人知道飞过去了。其中还有伊拉克，就飞过去了，炸完了以后飞回来37个小时。所以轰炸有没有可能性？因为他们有一个英属，就在伊朗南部里面有一个英属的基地，我们说它是不成的航空母舰，那个名字太难念了，什么迪哥那个英属的基地。过去曾经派 B52过去，也曾经派 B2 去进驻，也曾经加油机等等的都配合。而那一个地方是空中作战距离伊朗空中起飞最快的地方。当然，空战是一个选择，因为大家都在观察的一件事情。委内瑞拉的时候，你的福特号在外面，你午夜之锤去轰炸的时候，你的那个卡尔文森号在附近，但这次中东并没有航舰，没有航母在。那没有航母在的时候，大家的看法是，你没有航母，其实你的突击会削弱，因为你注意看，当突击的时候，很多他舰艇都在加勒比海围在那边的时候，他直接是飞机起飞，160特战航空团直接载着人就进入国内了，他们的那个要进去的国内。OK， 但你现在这边没有的时候，你的
突击能力在哪里？所以大家就看，你没有航舰，你没有比如说陆战队的2栖攻击舰什么在旁边的时候，你的特战部队在哪里？所以地面的特战部队就少很多。所以第一个空袭它的可能性就增加。OK， 第二个，美国厉害的电子战啊等等，它可能把你军方所有的东西，电子我全部帮你瘫痪掉，瘫痪掉。好，然后你看到了美国为什么会找新链，要进去，因为你抗议群众的讯息，对，断网讯息接收度薄弱，然后呢，美国在支持这些群众未必知道讯息，未必知道讯息。我说，如果你要枪杀的话，我会采取行动，怎么样？美国也希望透过网络告诉抗议的群众里面，我在背后，我在挺你，我在挺你。所以未来电子战啊、网络战啊，包括，最难抓的潜艇会不会在附近？潜艇会不会在附近？最近会不会有调动最近的军力 ？OK， 然后呢，观察的是你的 B2是不是又往印度洋飞？已经有传闻，说 B2 已经到了印度洋。OK， 传闻有，但是不是有不知道。现在传闻是说已经有。那如果传闻属实的话，那轰炸的可能性又往上提了。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对于一场委内瑞拉的突袭，一战是那刚才讲嘛，而且美国他在乎的其实也是油嘛，对，所以包括那个油轮不是上去以后，我管你是挂俄罗斯旗，管你挂什么，我认定你就不是，然后他就直接这样。现在对很多人来讲的话，大家才发现原来俄罗斯没有办法保护这些。一场委内瑞拉的突袭，一战是那刚才讲嘛，而且美国他在乎的其实也是油嘛，对，所以包括那个油轮不是上去以后，我管你是挂俄罗斯旗，管你挂什么，我认定你就不是，然后他就直接这样。现在对很多人来讲的话，大家才发现原来俄罗斯没有办法保护这些。那伊朗的局势，那显然俄罗斯、中国他们也没办法插手啊。对，没错啊，委内瑞拉是藏油量第一，全世界第一，伊朗是第4，所以这2个加起来，如果都被美国所控制的话，美国的通货膨胀就解决了，我的国债问题就解决了，我的股市、我的商业全部都可以，因为联总会降息之后，我全部都可以放水出来，大家股票都可以上涨哦。这是美国川普生意人的战略啊，我就是要联总会降息之后，让整个美国再度伟大，每一个人赚大钱嘛。所以油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为什么一定要实施所谓的委内瑞拉的石油禁运嘛？是禁运的时候，他扣押了所谓的俄罗斯的相关的油轮哦。俄罗斯已经没办法保护它油轮，因为它所有的造舰计划全部暂停，因为俄乌战争嘛，整个俄罗斯所有的军力全部放在所谓的俄乌战争当中，它这几年的所谓的海军的部分的建制都往后拖了，往后拖的时候，它就没办法去保护它的油轮嘛，没办法保护油轮，还有谁？中国也没办法保护它的油轮啊。听说有2艘中国籍的油轮啊，本来要去委内瑞拉载油的，就被美国赶回去亚洲啊，你回去了啊。另外还有1艘哦，它本来已经载油了，美国说那你来美国来卸油哦，那中国也没办法保护它的油轮啊，更何况是在美洲地区这么远的地方，它连第一岛链都出不去了，何况它在所谓的美洲地区，它如何去保护它的油轮啊？所以美国用了这一招，让所谓的委内瑞拉的原油源源不断的被所谓的美国所控制嘛，而美国控制这个委内瑞拉的目的也都达成了，他不管他的总统是不是亲美的，重点是我石油可以控制住，才是他最大的一个关键。另外要讲的是说，这个所谓的美国的这个石油的战略跟他的海权的战略其实是一致的，包含控制伊朗，除了石油之外，波斯湾也是一个非常输出油轮非常重要的关键嘛。另外就是这个所谓的北冰洋，为什么北冰洋除了有
庞大的所谓稀土跟天然气之外，它控制了未来所谓的这个航运的一个关键的岛屿，北边这个格陵兰岛，它为什么要控制住？要北约去增加你的军费，去共同来防卫格陵兰不被俄罗斯跟中国拿去。他们的眼光已经看到20、30年北冰洋融化了之后的一个航线了，更何况最忙碌的太平洋跟第一岛链的这个航线嘛。所以台湾它如果都可以逼迫所谓的委内瑞拉跟所谓的伊朗，你们都要选边站，那更何况台湾一定会逼你民众党、国民党，你们要选边站吗？你们真的要站在中国那边吗？这个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说国民党看不清国际局势，包含过去国民党，我说真的，过去为什么见得到他们的习近平，过去为什么见得到胡锦涛，都是因为在美国的同意下，他希望可以再增加美国的投资，所以他希望台湾不要变成是麻烦制造者。但是2016年李四川为什么停止了国共论坛？为什么是在2016年这个年度？因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已经改变了，他们已经过去投资中国的战略改变成美中对抗的战略的时候，我哪准你国民党还可以去跟习近平见面？这个就是国民党看不清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现在已经从过去美中和解，美国投资中国的一个战略改变成美中在军事上面、在经济上面的全面对抗的时候，而国民党看起来目前为止是选错边了。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在未来那对国内局势来讲的话，刚才讲的全球布局到底会对我们有什么样一些影响？那我们的不管是军购条例啊，类似这些，当民进党主席黄昌去美国回来以后，那国内政坛之间的合纵连横会有任何一些的改变吗？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